本视频会讲解元素周期表。多年来，多位科学家发现了众多不同的元素，因此他们尝试把不同的元素分类。结果，他们指出各元素都具有周期律的特性，即不同的元素，它的性质会做不断重复。在1869年，俄罗斯化学家德米特里·men杰列夫将当时已知的63个元素以表格形式排列。他把具有相似化学性质的元素排列在同一纵形上，他的表格被称为元素周期表。经多年来，这表格经过多次修改，成为现代的元素周期表。在现代的周期表中，元素按原子序由小至大排列。坊间有不同类型内容的周期表，引起同学对周期表的疑惑。例如，您可能会发现质量数和原子序数的位置互换。例子：碳元素的核心符号，它的原子序数和质量数的位置不同，被颠倒过来了，可能引起一些混乱。同学只要记住数字小的为原子序数。在上一个视频曾经讲解核心符号那个文字的意义，让我们再次用碳元素为例子，再次说明核心符号由3个部分组成。最右边是元素符号，它由1个或2个英文字母组合成的，因此元素符号的 C 代表碳元素，它的顶部是原载序数。从数字上，我们得知该元素的质子数量。底部的数字告诉我们该元素的质量数，以及是该元素的加权平均质量数。从以下的元素周期表中，原子序数写在核心符号的顶部，与之前影片所述不同，因为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是取决于原子序数的大小。因为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都是按原载序数递增做顺序排列。另一方面是元素的质量数是用相对原子质量取代。men杰列夫在完成绘制周期表后，他发现某些元素会有相同的化学性质，即会以规律的区间重复出现。同时，他的研究指出各元素它们都具有周期律的特性。而周期表内的每一个横列被称为周期。周期表共有7个周期。与此同时，周期数相等于其各原子拥有电子壳层的数量。例如，第一周期氢元素的原子只有1个电子壳层载有电子。第二周期锂的原子有2个电子壳层载有电子，如此类推。周期表内各元素性质，从左边的金属元素渐变为半金属到非金属元素。例如，在第二周期中，锂是一个活泼性高的金属，之后是半金属的硼元素，其次是活性较高的非金属氧和氟，最后是氖元素的贵气体。